过呢，昨天发生了一件国际间的大事，以色列突然前所未有的空袭了卡达哦。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昨天，您看到画面，请导播让我们看这个画面，空袭时候的画面哦。有15架这个战斗机从以色列出发哦，数秒之内发射了10枚的飞弹，而且只针对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整个这个大楼呢其实是起火的。震动的声音也非常的这个让附近的居民都吓了一大跳。那他为什么要攻击这一栋大楼呢？观众朋友，这栋大楼里头有哈马斯的高阶领导人，以及包括这个卡达当地的安全高级官员在里面谈事情。谈什么事情？谈的就是这个哈马斯怎么跟以色列可能做成某种程度的协调让这个人质事件啊，或者是战争的状况可以落幕。结果以色列一声不响，把人家给炸了我们看到呢，甚至还应该发生空中加油这样的情况那总共炸死了5个人包括杜哈，也就是卡达这边的一名高级的官员。BBC 有分析啦，以色列战机如何在没有过境约旦、沙烏地阿拉伯、叙利亚还有伊拉克的情况下接近卡达，然后发动攻击。因为你其他的这个国家，如果你有战斗机飞越我们的领空，假设飞越台湾领空，你一定会收到情报啊，一定可能会有一些警示啊而且更不要提了，美军的乌代尔空军基地就在附近这个他轰炸的目标叫多哈这个在卡达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美军的一个空军基地，而且驻扎的人数还不少中国大陆的使馆也在附近只有800公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如何震惊整个中东世界，甚至震惊整个全世界。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人家在做一个谈判所以当然大家把矛头指向了美国，问他说：“美国人呐，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川普到底事先知不知道？川普你有开绿灯吗？你有默许以色列空袭卡达吗？”结果川普说：“没有，不是我干的。”是纳坦雅胡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我们都不知道川普强调此行动属于以色列的单方决定，跟美国政府无关，这是纳坦雅胡的决定。他的发言人李维特说川普接到美军告知以色列发动袭击的通报之后，立刻告诉卡达。可是问题是卡达已经来不及了呀，飞弹都掉下来了，我才接到美军的警告，这算警告吗？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被攻击了我们看到卡达的首相怎么说？他说袭击是当地时间下午的3点46分，而卡达在3点56分才接到美方官员的第一通电话，就是在发生的10分钟之后有些媒体是说这个袭击的当场接到电话，可是这个首相直接讲没有都已经炸完了，10分钟之后了，我们才接到电话卡达方面当然很生气他做出批评，甚至扬言会采取报复行动。我莫名其妙，我一栋大楼被炸了，我里面一个官员还死了所以以色列到底要不要负责？以色列把战火扩大到美国的盟邦卡达，因为卡达不是普通的一个中东国家，它是美国很亲密的盟邦川普才刚刚去造访了这个国家，并且还得到了一架飞机，大家记得吗BBC 就说纳坦雅胡盘算川普不会下重手所以这个纳坦雅胡真的是抓到了川普的软肋吗我们看到川普的处境尴尬，可是他还说很值得。我们看他怎么讲。川普说这样的行动无助于以色列或是美国的目标，可是歼灭哈马斯这个靠剥削加沙人民苦难牟利的组织还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所以他是赞成咯，他是帮纳坦雅胡拍拍手咯，搞不懂好，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这是对岸央视的一个这个公众的一个账号牛弹琴，他说这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倒吸一口凉气他说卡达不是黎巴嫩，不是叙利亚，也不是伊朗观众朋友，如果你对国际事务有一点了解就知道了，卡达一直跟以色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在中间调停的一个角色，在斡旋的一个角色。卡达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卡达乌代尔空军基地是美国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就在旁边，他轰炸的那栋大楼附近最让卡达无法接受的是，卡达还在为加萨战火停火奔走，
还在施压哈马斯，你赶快释放以色列的人质。结果你以色列的飞弹就从头顶给我炸下来，打下来，这简直莫名其妙啊！以色列真的是服了他们。来，我们常常说这个不斩来使哈，因为这些哈马斯的高层的官员，他们在卡达，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要进行有关于跟美国还有跟以色列的停火谈判的斡旋者，所以他们等于是一个谈判者，一个使者啊。那基本上来讲，你不能够把这些来谈判的人杀了，因为以后呢，谁还派谈判代表来跟你谈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做法，他基本上确实就是吃定美国啊，因为他认为美国川普他一定挺他嘛，你没有别的路走。也就是说，虽然卡达已经在第一时间，那么到联合国要求联合国的安理会来立刻处理这件事，为什么？第一个，他已经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了，然后到这个国家里面来杀人，而且也杀了卡达的一名安全官员，高阶的安全官员，然后把这个哈马斯的谈判的使者也杀了，那等于是这个谈判就继续不下去了。犯了这么大的罪行，送到安理会，安理会要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因为现在联合国大会已经又开始开会了嘛，9月9号开始开会了，安理会马上要处理。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已经推了出来，说美国你应该，你虽然你不会投赞成票，可是你最低的限度你应该投下弃权票。但是大家已经知道，美国一定会用一票否决，否决什么呢？否决安理会要制裁处罚以色列的所有的做法。那这个结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对于美国有没有伤？有，因为川普虽然把责任撇清了，川普说我事先真的不知道，第一个，第二个是以色列投弹之后才告诉我，所以我是事后被告知的，我也阻止不了了。那我跟内塔尼亚胡也通了电话了，而且我也跟他说以后不可以再这样做了，好像这个事就一笔勾销，一笔化解了，可以这样吗？一个国家主权就这样被侵犯了，然后人就这样被杀了，而且卡达的官员，因为卡达是一直在帮美国、帮以色列跟这些穆斯林的国家来斡旋的，结果他反而被攻击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个人觉得国际社会虽然无可奈何，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仗势欺人嘛，以色列胡作非为到极点，可是你对他一点都无可奈何。但是我觉得对美国会有伤什么呢？也就是说，过去亲美的、依靠美国的，不管是沙特阿拉伯，不管是阿联酋不管是你所看到的卡达等等，所有的这些亲美的国家，他会思考一个问题：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所以他一定要寻求一个平衡，就是不能够再完全倒向美国，他必须要跟其他的大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伤害是最大的，就是以色列。是来，将军。我从军事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不认为说是美国会不知情。我举几个数据给各位观众听。第一个，你知不知道以色列距离卡达直线距离，我们不要讲绕，就直线距离有多远？我这边特别在 Google 地图上面量了一下，它总共是1824公里，有这直线距离就这么远。也就是说，你如果飞直线的话，中间要经过多少个国家包括叙利亚、包括沙特这些国家你要经过，那难道这些国家都完全的雷达全部都关掉吗？都在睡觉吗？不可能的事情。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知道卡达自己本身不是吃塑胶的，它本身也有它的防卫力量。对，它事实上它防卫力量是很强的。我讲它总共，它光它的爱国者3型的防空连就有11个。它小小那么一个土地，有11个防空连，爱3。它除了有爱国者3号防空连之外，它还有萨德防空系统。萨德防空系统更多，它有12套的萨德防空系统。有这么多的防空系统，你知道不是光飞弹而已，因为这些东西一定有雷达嘛。那为什么这些雷达当时都没有侦测到这个那么多的一个机群，15架战机不是少数对，居然都完全没有侦测到？那我们合理怀疑是不是美军将这些远端的遥控将这些系统全部关机了，所以卡达那时候才没有收到相关的情资。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个1824公里哈，那是直线距离。那如果说是不是经过沙特这些国家的上空，它如果从红海那边绕过去，一直绕到阿拉伯海，在一个沟回来的话，那距离更远。那不管怎么样，它一定要做空中加油。为什么要做空中加油？这个以色列战机，我们讲它3款战机 ，F-35，它的作战半径1200公里哈 ，F-16更短，不到1000公里。F-15是最长的，也不过是1900。那不管你用哪一种战机，中间都要经过空中加油。你对15架飞机空中加油，或许你说我 F-35是可以隐身性比较强，但是空中加油的过程之中，你空中加油机雷达一定看得到。那不要讲说这些国家他们可能这个监视的系统没有很强，那你美国自己总有监视系统吧？你怎么可能在这个以色列这种中东这么战火这么频繁的地方，你自己对这个地方完全没有监视系统，这是我们不相信的。所以我个人合理的怀疑这次来讲的话，这次空袭事件，美国不但知情，而且他还暗注一笔，比如说会不会空中加油机就是美国派的，甚至于他支援的在美国的空军基地起飞的，甚至于对于这些雷达，是不是就美国远端遥控把它关掉了？是。所以美国这次来讲的话，我不相信他是无辜的。所以以色列真的是很大胆。其实我根本认为这是纳坦雅胡跟川普讲好的，我根本就因为你要知道，美国在那附近有7个基地，然后在地中海还有舰队，基本上以色列的飞机只要一起飞，他就知道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一定是啦，因为美国，所以川普在装无辜他当然在装无辜啊，因为你要想想看，以色列那边现在是战区，随时可能哈马斯或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对以色列攻击，所以美军的舰队也好，基地也好，一直不断的在观察以色列那边的动向，所以以色列只要有战机起飞，美军一定第一时间马上就知道。那他当然会去关注他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啊。那你要知道，我们看地图也知道嘛，他不可能直接不飞过其他的国家飞到卡达嘛，所以他一定要经过这些国家嘛，这些国家全部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美方开了绿灯让他去做的，所以川普事前一定知情，100%知情。你要知道，如果川普不知情，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美军不用派战机起升空拦截吗？因为我怎么知道你来干嘛了？对啊，而且到底是谁的战机？是啊，所以我老实讲啦，这一切都是计划好了，而且等到他炸完之后10分钟再告诉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计划。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你看川普讲的话就知道，他从头到尾就赞成这个活动。他认为既然我们知道哈马斯的人在那个地方，那就去炸，管他的。那很多人会说，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中东的跟卡达、跟沙烏地阿拉伯、跟周边这些国家的友谊？会，但是川普不在乎。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川普知不知道会影响？会影响。但川普一直以来就认为说，美国很大，你不敢惹我，你能把我怎样？所以川普什么东西就是用这种硬来的方式。那当然，现阶段为止，当然这些国家实力上不足以跟美国抗衡，所以他们当然是敢怒不敢言。我相信卡达到最后大概也就不了了之。可是时间久了呢？你要知道，中东这些国家本来这几年对美国的信任度就越来越降低了。经过了加萨走廊事件之后，其实你要知道，大家都是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纵容以色列这种暴行，其实内心已经非常的不爽。然后你现在还来用这一招，那只是让这些国家私底下更倾向于脱离美国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长远看来，对美国的长期在中东的布局绝对有伤害，只是川普也不在乎，反正他这一任很快就做完了。那是接下来下面以后的美国总统要伤脑筋的事。所以真的超扯的，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是不可思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嘞？太离谱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件事情难道真的有幽浮吗？难道真的有外星人吗？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一名国会议员，他礼拜2在国会听证会上分享了一段影片。这个影片拍摄的时间点是去年那可以显示有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发射了一枚地狱火的导弹，它击中了一个飞离也门海岸的发光球体请注意是一个发光球体，然后这个地狱火的导弹被弹开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幽浮专家就说那个地狱火导弹击中了那个不明飞行物，然后就弹开了。那不明飞行物继续飞行，所以那到底是什么？是我们人类在这个操纵的飞行器吗？还是从哪个星球来的东西？现在是一个谜啦。所以包括我们看到呢，现在外太空这一个领域，对很多人来说，对很多国家来说，大家急于去开发，急于去侵占，急于去
可能那拿到一个主导权，可是人类实在知之甚少。不过呢，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太空的发展计划有在卡脖子吗？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最新宣布了一个，为了预防小行星在100年之内撞地球，他们做了一个计划哦。那这个计划呢是高速撞击小行星就把这个小行星先给撞烂破坏，或者让它偏离轨道，主动达到防御的效果这是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他介绍这个任务是采用半飞撞击半飞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发射观测器还有撞击器这个是大家人类已经发展到太空的一些任务跟手段。那另外呢美国当然很担心中国大陆急起直追，然后超过美国所以卡脖子的地方在这里，包括你看到央视的军事频道就报道了1991年本来美国是答应帮忙中国人设计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叫做高空台就是某种这个发射器，可是呢后来美国突然反悔了，因为怕构成威胁所以就说你们自己做吧。那中国呢就把北大清华北航的专家找来一起然后就硬制把它给做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成功的造出了这个高空台。那另外在 AI 云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呢阿里的市场现在占第一了。我们看到阿里云市场现在就中国大陆的市占率是35.8%，1/3强，名列第一那整个中国大陆在2025年上半年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新台币的将近1000亿950亿，所以这个领域现在不断的在蓬勃发展。报告估计2025年到2030年大陆的 AI 云市场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6.8%，到30年的时候呢它整个规模会到人民币的1930亿元，大概是台币的8200亿元，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市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现在呢，美国民间或者是所谓的国会议员们可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有一些改变。这个新闻是来自于我们看到今天的报道，说美国的跨党派众议员这个月会组团到中国大陆访问，要求见习近平，这也是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所以人们就在讨论说，华府的反中风向变了吗？日经亚洲的报道是说，川普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发夹弯，美国现在正从围堵中国转向谈比好交易，因为大家知道川普就是要利益嘛所以逐渐呢，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川普对中国的态度被一种更具交易色彩的实用主义所取代。我谈一笔好生意，我谈一笔好交易就好了，其他我管你的。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习近平最近是会晤了葡萄牙的总理就是两国的关系要好上加好。而英国也一样过去我们看到英国也是强烈抗中的一个国家之一。他的新的首相施凯尔内阁改组之后，新任的商业大臣今天预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谈的当然就是两国的贸易问题。来，我们请教这个彬哥。这个老实讲，你看那个影片说真的，如果那确实真的是地狱火飞弹去打到那个不明飞行物体的话，你确实可以看到它在接近那不明飞行物体的一瞬间，它整个划开了。这个很奇怪，好像它周边有一个防护罩还是什么东西，所以是优抚咯。这个就不知道，因为他们这个公布的这个参议员声称，这就是地狱火发射飞弹去攻击这个目标的时候产生的这样一个现象。可是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两个光点，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事实上是什么东西。然后讲这很难判断。假设真的现场的实况是这样，这当然值得好好研究。但是我必须讲，因为过去我看过太多这一类型的东西，很多有的时候根本就是一个误解，它有的时候是张冠李戴，也就是它可能根本是别的一些大气现象或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把它后面加以解释，说这是飞弹对上什么，然后就这样出来。所以这到底是什么，还必须要去检查它的必要。就好像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不是说墨西哥那边公布了外星人的遗骸吗？什么东西？那大家还有听到下文吗？好像没了。对啊，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是外星人的遗骸的话，那早就轰动全世界了。那为什么没有后续的东西？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还是持续观察，因为我觉得妄下断言有的时候搞不好到最后根本就是乌龙一场。那至于说小行星这个问题，小行星老实讲一直在威胁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在威胁人类，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过来。
那当然，现在人类比较有可行的探测技术，可是老实讲，以现在人类的科技，因为小行星本身很小，大部分都在几公里以内，所以当我们能够探测到它的时候，基本上你都来不及，很接近了。对，因为太接近了，所以你基本上想不出什么好对策。那如果看过电影什么世界末日啊，什么这些都知道，不是你拿个这个核子弹啊或什么东西去打它就有用，你去打它搞不好更惨。所以当然，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研究怎么样去面对这种威胁。是。那中国大陆现在想出来的，就去做这种测试，就是半飞嘛，先飞进这个小行星，然后撞击它，去改变它的轨道，然后再半飞去观察它这个状况。那我必须说，这个测试当然是必要的，因为你不真正的测试，怎么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效？对。可是我也必须提醒，这种测试其实是有它的危险性。也就是它本来轨道，因为它会拿来测试，本来轨道一定不是像个地球。你万一测试一下把它弄到像地球怎么办？弄巧成拙，这个很难讲，没有人知道，因为星际空间的轨道是非常复杂，那周边它可能受到各种撞击力、重力的影响。那当然了，这些科学家他们一定会想出一个相对妥善的办法，只是人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小心谨慎。那至于 AI 这个东西，中国大陆早就已经锁定这个目标去发展。老实讲，现在你说市场达到950亿台币，对不对？他们投入的资金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个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你看，他们估计到2030年就一定要成长到大概8倍以上。可是那个东西，他们到了这个，即使到2030年，他们投入的资金恐怕都超过他们那个市场的规模。是。但是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未来。未来如果谁能够在 AI 这一块直到牛耳的话，它基本上就无往而不利，而且可以应用到生活的所有层面上。所以。当大陆都拼了命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们台湾天天说 AI 行动内阁，我们到底在 AI 什么？可不可以请赖政府告诉我们的 AI 在哪里？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上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在实验这个把行星弹出把它推出这个轨道外就是因为行星撞地球，在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这个地球都面临这些灾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验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已经想出各种办法来，例如说先打出例如说看到可能轨道会往地球撞击的小行星，那么先用火箭推出去。然后让这个卫星去捕捉这个行星周边的轨道，然后在那边绕的时候，然后计算出它可能会撞击到这个地球的时候，再用另外一颗行星去把它推把它撞击以后，把它偏离轨道，让它避免去撞到地球。我觉得这个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整个地球，也保护我们这个人类的安全。但是这代表什么？代表大陆的这个太空的能力真的已经到世界顶级的能力了。目前可能全世界就有2个国家有这个能力，一个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可是美国由于它的 NASA 的经费的这个被砍掉，还有就是它的工作人员的老龄化，我觉得 NASA 在这几年表现真的是比较逊色你看它连发射火箭，它的推进器都要向俄国去请求支援。然后后来出了问题了以后，美俄的关系不好了以后，就请这个SpaceX 来帮忙。那 SpaceX 发射几次比较大运载的推进器都出状况，都没有成功。这代表美国在这部分里面停滞不前，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讯息。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2大国能够在这部分里面能够一直往前冲，因为一直往前冲对我们人类也不会是坏事。另外，您提到的有关于高塔的问题，这个最主要是来自于冷战的后半段，从季辛吉尼克森的时候，不是提出联中制俄的这个大战略吗？是。那他们把这个大战略确定了以后，他们就跟大陆有很多的合作，这个合作就有很多的军事方面的合作了。所以您会留意到，在冷战时期间，也就是联中制俄确定以后，你看大陆有很多的战机，它有美国的影子在内，直升机也有有法国的影子在内。可是冷战一结束，也就是1989年年底，1990年的时候，美国一旦确认这个前苏联崩解了，他马上违约
中断跟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合作，全部都撤走，所以只能自立自强。对他只能自立自强，逼着大陆自己自立自强。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军真的遭遇到不明飞行物体了吗？我认为说这是一架这个无人机了，因为发生的地点它讲明是在这个也门这个位置嘛。我们知道也门现在因为胡塞来讲，经常这个发动无人机的打击，所以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极可能是一架无人机哈。那我们看这个美军这个 MQ9 这个无人机发射的是一枚地狱火导弹，地狱火导弹是空对地的导弹，是打战车的，那不是打战车或打碉堡的，不是打飞机的。那它的爆炸引爆装置就不一样哈。大家要知道，打战车来讲的话，因为你第一个弹头撞击来讲力道要够，撞击够以后，它是锥形装药，锥形装药它喷出去的是把这个钢板烧穿一个洞以后，然后利用那碎片进去以后，将这个碎片来讲击杀里面的这个人员。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把地狱火导弹来看的话，因为它不是对空的导弹，对空导弹它是用爆炸的破片来击毁这个敌人的战机嘛。那会不会是？那另外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会弹开有可能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为什么阿兵哥会戴钢盔哈？戴钢盔有时候你这个战车来讲的话，你这个子弹打到钢盔，若角度不是零角度，直接90度穿过去的话，它可能就弹开了哦。或者是说我们看打战车，战车为什么那个正面来讲，它设计的有很多的角度，就是让这个飞弹打到它的时候，它会弹开。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柯文哲被交保放出来的第一天，他就面对镜头说啊，有人把国家搞得4分5裂，他直指赖清德。可是我们看到总统府有回应哦，说不接受非事实的抹黑。我们看到网友就在旁边有很多的评论说，不接受抹黑还是不接受批评呢？并且创造了一些所谓的2创的动画，我们来看看。莱尔让国家4分5裂，不接受非事实抹黑。那政治内门全台罢免，不顾民生，无事就在关税谈判，卖台送美都是谁做的呢？好，在罢免失败之后，我们知道赖总统也想要把自己的人设给重新打造哦，像是9月9号，昨天就是所谓的体育节有很多人都上传了这个在运动这样子的画面，而我们的体育部也正式挂牌了。赖总统在这个场合上面呢，大跳毛巾操，我们来看看。清德哥哥，我们来接你喽！来喽，帅，好帅！清德哥哥你好帅，清德哥哥你超帅，简直人间富一代！哇塞哇塞，清德哥哥超哇塞！怎么那么个哇塞？拜拜，下车喽！好像这样子酷手的风格，其实在网络上您打开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哦，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跟川普致意呀？因为他跳起来跟川普很像哦，毛巾操哦。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卓荣泰哦，他就说这个体育部啊是2023年的时候蔡总统说的，那现在呢投入了这么多的钱200亿，然后要把预算推升到248亿哦，就是要全力来发展体育哦。那我们看到赖总统是不是想要借此来拉近跟年轻人的距离？因为我们知道年轻人对于体育啊这方面的这个运动竞赛呢都非常的喜好哦，所以是不是要把这个成立体育部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表示自己很有政绩？可是网友还是在哭诉他，然后呢不依不饶。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赖清德私下有小习惯吗？这是来自于我们看到有人把他冠上是御用记者这样子的一篇报道因为这一名记者朋友经常可以看到总统府的独家报道都是由他执笔的。这个所谓的幕后新闻报道的标题是这样写的赖清德啊他从政多年打开报纸都不先看政治
他最爱体育啊，非常关心体育，而且说了一口好球哦，某种程度也是在洗人设吧，把赖总统塑造成一个比较亲民、喜欢体育这样的欧里桑哦，可能包括您看到这一幕哦。去年年底的时候，不是跟潘孟安一起在总统府看棒球吗？可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在底下留很多的言哦，其实看起来也不买单。他说：“那你去当球评啊，这么爱体育哦。”那陶本和又来洗地了，讲的是这一位记者朋友。另外也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幕僚包装的太假了，还是20世纪的思维哦。可能你要做一些这个人设啦、包装啦，这个是有技巧的哦，也是一门大学问。可见赖总统现在身边的幕僚对于怎么样包装他的老板哦，还是跟这个蔡英文时代有一点差距。而另外我们看到赖总统哦说青年政策优先、经济优先、民生优先，他丢出了几项政策，包括哦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前2天公布的，你家里面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你也可以请外佣哦，这个部分解禁了哈。一孩即聘外佣，可是包括他的盟友啊，像是基进党的吴欣岱都不太同意。他说这样的说法哦，我们先来看看赖总统怎么说。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释放出女性劳动力。这句话有哪边有问题？吴欣岱有讲啊，你是把女性困在家务的角色已经预设了女性等于家务劳动负责人这是刻板印象嘛过去就是女生妈妈一定要做家事，妈妈一定要带小孩，可是现在家庭不是这样，有些爸爸在家里做家事，有些爸爸在家里带小孩呀所以呢，你这个是加重女性刻板印象的压力啊，这个是 no good 台湾家长教育联盟也说了，你这个政策过于草率。恐怕会冲击国内的托育产业，而且对薪资不高的弱势家庭来说是看得到吃不到。如果说2个年轻夫妻加起来薪水只有6万、7万、8万，你知道他们再请一位外佣，可能成本要接近3万，请得起吗？那可能是为有钱人来开放这一项政策。那另外还有国内的托育产业可能也会受到冲击。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赖总统不依不饶坚持要说的事情可能是这个2战中战的事情。今天他在脸书上贴了一篇贴文，分享3叉山事件他讲的这是第2次了，我记得他一直不停的讲2次世界大战不久后的3叉山事件80年后我们没有遗忘可是他也没有讲到我们对日抗战成功这样子的事情，他只说来这个安慰反抗侵略、救援生命的英灵那这个是他决定要做的方向，或是坚持他的想法他从来都没有在改变吗？要继续抗中保台的路线或者是美国大哥哥这样子的路线吗？我们看到其实台湾人民有时候长期在这样接受这样的资讯会以为自己真的金刚不坏包括在去年中有一个街访这个很多人印象深刻，最近在网络上又被翻出来了。这一位看起来比较资深的，可能是年纪稍长的一位女性妇女，她说中国都是苏联的旧武器，我们有 F-16、F-35这些战机，一定是打胜仗的啦。这个街访的这个主持人是问他说，你觉得我们跟中国大陆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应该如何如何美国的战力如何，中国的战力如何？他还停留在可能半个世纪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样当然是他不是军事专家，可是可透露出来一般民众可能对于我们国防战力的想象是这样的。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军事专家军事专家应该比较专业吧，可是在对岸的93阅兵之后，有一些军事专家讲的话可能大家也觉得蛮傻眼的，包括吴明杰他真的是专家，可是他看完阅兵之后呢，他说我相信是模型，他觉得是模型。还有周永宏，他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他说中共秀新式武器只是阅兵的特供版，意思就是说这是为了游行才做出来让你看的，它不是真正的武器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那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国安团队有一些变化我们先看于大雷，本来不是说要把他调到西班牙去吗从驻美代表调到西班牙，可是今天有一个独家的内幕从自由时报先爆出来的，后来其他的媒体也跟进，说是于大雷会续任驻美代表。本来其实已经报道了一轮的徐思俭美方不同意不点头那什么原因嘞
我们看到他的内幕报道是这样子，他说，因为2017年徐思杰以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的身份到美国出席了一个民主社群大会，可是筹办不顺利，而且徐思杰曾经公开批评美方什么准备过程延宕啊，反正就是批评美国就对了啦，所以美国人不爱他，所以把他给这个出局了那我们看到于大雷是续任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报道。那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一位专家他的中文名字叫严文德Minnick 我们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最近在华府啊，或者是在我们台湾的一些国际事务的一些讨论圈，大家也都在看，也都在传阅他有特别点名说这个是叫做孩子们进屋了 ，The kids are in the house， 这些小朋友在屋子里头很多小朋友在屋子里头，讲的是什么？这3位小朋友，因为他们年纪很小大概36岁、37岁，赵怡翔、李问、林非凡，他们都是国安会的副秘书长。作者是说台湾的国安会其实任务非常的繁重而且要负责的东西非常的重要包括情报的，包括军事的。那民进党你提拔年轻人，要塑造世代交替的形象，可是你缺乏专业他们根本没有军事跟情报的专业他大概是在批评这件事情。那不要小看这一位作者严文德他是从1997年以来一直在通报亚洲军事问题最初在詹氏防务周刊工作，后来担任防务新闻亚洲分社的社长。他对于台湾或者是亚洲这些军事还有包括国安的问题，他知之甚详作者担心华府可能质疑此人事安排的专业性，因为3个人看起来都不 qualify。台湾国安会权力过大，而且存在的风险，的确，来，彬哥，这个我觉得赖清德有必要刻意去塑造他很爱运动吗？其实民进党每次都同样的套路，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也是塑造蔡英文很喜欢棒球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什么多喜欢哪个棒球选手干嘛？那蔡英文看起来至少对那1、2个棒球选手，他还是好像真的有在注意。赖清德，你忘了吗？上次台湾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你还直接叫错人家名字。你很尴尬。对啊，你还说你每天的习惯就是先看体育版，如果每天习惯都是先看体育版呢，你会连名字都叫错，你连谁是谁都搞不清楚，这个会我觉得照这种干嘛逃本河，不要老是来这一套好不好？真的，这个很瞎你早一点会了，至少要有点像嘛。他看起来，我老实讲，看起来赖清德怎么看都不像是对体育非常有兴趣的，或者我不管从哪一点都看不出来。说真的，所以我真的拜托换个题目吧，再试试看吧。那老实讲，赖清德要抛1孩就可以聘外佣，这个政策可不可以？其实我觉得是有讨论空间。因为台湾现在确实也有很多家庭有这个需求，但是这么重大的一个政策，为什么是总统一个人帮一下就跳出来？好像没有讨论过。是啊，再来讲，应该是要。大家比如说开几个公听会社会大众各社会贤达，实务上或者学界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还有相关的政府的单位，你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人力的这些调配资源的盘点你如果把这统合筹划过一遍之后，再推出这个政策，我想争议就比较小。可是为什么是之前没有任何讨论，嘣一下就是好像总统有一天晚上睡觉突然想到，第2天就把它提出来。这是一个国家该有的决策方向嘛？所以吴欣岱当然他指出来的是一部分，也就是这是不是有轻视女权的问题，甚至把女性好像直接锁定为家中的工作就该归女性，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这个政策没有经过广泛的思考跟讨论，那这个政策实行下来之后，万一出现什么状况，请问一下谁来负责？就跟赖清德在选举的时候丢个新青安。结果现在新青安乱七八糟，你到最后只好 2.0 再来补，可 2.0 现在又被人家认为说你顶多补个1年多之后又要出现各样更多问题。我们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痛医脚这样乱七八糟的现象，到底有完没完？你可不可以有一个能够经过审慎思考，然后有延续性的政策可以提出来，不要老是这样乱丢问题嘛？那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3+3事件，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请问一下3+3事件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对，当时有飞机坠落对，日本警察带着原住民然后去抢救，对，到最后因为遭遇山难不幸罹难了很多人，然后呢，这个就代表了
国际合作无间吗？根本你拜托要不要去看一下当时的时空环境背景？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当时为什么他们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连事件的来龙去脉都没有搞清楚，你为什么要一直引这个例子？还相当自豪，他引了2次，所以我就不懂这个人赖清德不学无术到这种地步吗？你读书都不仔细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都只看表面吗？你书是这样读的吗？然后这个民众会误会，我觉得不奇怪。一般民众怎么可能会懂得军事？我觉得问他们根本是白问。而且她还是一位这个看起来年纪有一点点长的一位女性。你问她干嘛？完全没有意义啊！她怎么会晓得？她以为现在中国都是苏联的旧武器。老实讲，她还有苏联这个概念，我觉得她已经很厉害。很多人根本讲不出来，好不好？对啊，所以我觉得她已经很厉害。就好像最近不是作文题目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代理孕母，那很多小朋友恐怕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啊，怎么写？对啊，所以我觉得问有的时候也不要乱问。但是这个吴明杰讲说的是模型，我告诉大家，其实真的有些是模型，没有安全问题嘛？你难道真的把那种很危险的武器拿上来吗？所以有些东西是模型是对的，没有错。但是那就表示人家造不出来吧？那恐怕根本是2回事了。赖老师，赖清德所刻意制造形象的手法啊，其实我们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很熟悉了。例如说，从赖神劝童啊，台风天的时候他去劝学童，从高铁救人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等等的这些手法，其实台湾的民众、媒体记者都好熟，也都知道他的手法就是如此。现在他的民调支持度很低，民进党的民调支持度很低，他又开始要制造同样的类型的手法，说赖清德爱看体育版，但是因为台湾的年轻人实在是太熟悉他的手法了，也太熟悉那几个御用的这个媒体记者了，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会看到台湾的年轻人第一时间给他的评论就是去当球评嘛，去当体育主播算了不过他的这个口条可能还没办法当体育主播，那就给他当球评好了了不起好，再给他当官好，因为他酷爱当官嘛，很喜欢当官，让他当体育部部长好了，因为我想最适当的就是说一个最高的政治领导人上班的第一件事是看体育版，而不是看国内外的大事版，而不是看国安汇报，因为我们都知道，至少我在过去在这个国防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甚至我也帮过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处理过准备过一些文件。我们都知道，总统上班的第一件事情他放到他办公桌上的是很多的情报的国安汇报也就是说，每个情报部门都要把他们收集到的国内外的情势的分析，要送到他那边，让他看一下、了解一下国内外的大事。原来我们的总统起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先看体育版，所以国家不重要，经济不重要，国家安全不重要，国防不重要，这个都不是总统所关心的事。总统关心的事就是体育这个那干脆去当体育部部长好了，不要去管这个国家大事。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真的要在台湾希望说解决我们的少子化的问题，希望帮助年轻人他们的能够尽量的生育然后解决台湾的这么严重的问题，那不应该只是说外佣的问题，而是外佣这个费用谁来付？我知道在法国，他们也是要奖励、鼓励这个生产生育，他们的生育的整个配套措施非常完善，而且持续几十年。重要的是津贴，也就是孕妇到生孩子的时候，这个津贴要够，也就是政府要负担绝大部分的。另外，有关于93阅兵，如果民进党当局要在欺骗台湾的老百姓，就尽量去耍，因为川普紧张的不得了，然后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部长紧张的不得了，甚至印太司令都紧张的不得了。不过，民进党当局还有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军事专家，所谓的我用2个字，他认为不用紧张，那就不要紧张，也没什么不可。请教将军。3+3在哪里？我给各位看一下。嘉明湖。
哎，对，嘉明湖，我这边这个我那时候去爬过3x3哈，而且我在上面高举的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但是它下面那块牌子哈，大概这个经过风吹雨打，日记已经模糊了，它写的是3x3哈。那我建议我们这个相关单位，那既然我们总统都已经提了，赶快把那个日记给它描清楚一点。这个当然我们要讲哈，这个3x3是一件不幸的事件啊，那是这个对日抗战结束之后，然后美军有一批美军在这个南洋被日军俘虏的这些美军那美军用这个轰炸机要将这些人接回去。那经过台湾南部上空的时候，不幸发生山难，坠毁在那边。那那时候日本人这个有25个上山去抢救、去搜救，但是没想到遇到台风这25个人也因此这个罹难，总共大概有50几个人，包括美军、包括日本去搜救的。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那我不晓得赖清德这件事情跟你讲的这个民主自由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是要守住民主自由，台湾在抗战期间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譬如说是雾社事件，那日本人怎么样这个欺负我们原住民的同胞你为什么不去提这一段？那如果说是更要讲的话，包括到南京这个大屠杀等等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用这些事情更能够警惕现在的人怎么样这个注意到和平的可贵性。当然这次9·3阅兵，我们看到解放军展示出来很多武器，我们也谈论过很多那但是很意外的，民进党不去思考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因应之道，我们究竟是要采购更多的武器来跟他对抗，还是说我们如果说是军备上面，我们没办法在军备上面赢过对岸，在纯粹就军事上面没办法赢过对岸来讲的话，那我们在政治上面可不可以这个让两岸之间能够迈向和平，不要发生战争？但是很意外的，民进党居然用白莲教的方式这个贴一个白莲教，当初就是贴一个护身符告诉这些教民说，这个贴上这护身符以后，这个洋枪、这个洋炮就不用怕了，刀枪不入。那现在不就是这样吗？你用这种愚民的政策告诉我们老百姓说，那些都只是模型，那些不足以为惧。当然不错了。我特别要强调，我们看一下这些武器，有一些东西它这次特别的这个解放军特别说明说，他们这些都是现役的装备，它不是展示的，而是它现役的，就是说他在研发，他没有展示出来。比如我们经常讲歼轰36，那他在研发的，他没有展示出来，是他展示出来都是已经他现役的装备。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台湾要思考的是如何去面对，而不是用愚民的政策叫老百姓眼睛蒙起来，我们不要看；叫耳朵捂起来，我们不要听；然后叫所有人嘴巴挡住，我们不要去讲；然后让老百姓在这种状况之下，愿意跟一个这个白莲教教徒一样，这个蒙着眼睛就冲上前面，拿着大刀去对抗人家的洋枪大炮。这是我们台湾不幸的地方。对，知己知彼嘛，一定要的有一些讯息我们还是要搜集完全。